温迪啊做了一件事儿，我妈要打他。这个事儿我是怎么处理的呢？前2天我去杭州有个工作，温迪跟我去了。到了那之后呢，我怕孩子跟着我化妆彩排啥的无聊，我就让温迪带他们去玩。温迪啊带着俩孩子去杭州的游乐场里玩了一天，晚上领着2个无比开心的孩子回到了酒店。在我夸他真是一个好奶奶话音还未落的时候，他给我甩出仨账单：游乐场的小票、中午的午饭，还有仨冰激凌，一共398。温迪做这个事儿呢，就属于情理之外，但意料之中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如果我呀不出差，那他带孩子玩就到楼下玩沙子、玩水就行了，也不涉及消费和报销。但是今天是因为我工作，他在杭州不知道去哪里找免费的沙子和水，所以产生了消费，也就产生了报销。我给他转完钱，我就赶紧跟我同事说，我说又天降素材了，我当段子说的，结果这事儿就传到了我妈的耳朵里，我妈炸了。我妈当时给温迪发微信，你来铁岭，我跟你唠唠。但这微信翻译吧，它只能翻译字儿，它翻译不了字儿后边往出飞的刀。温迪看完乐呵跟我说 Jessica 邀请我去铁岭 ，Jessica 是温迪给我妈起的英文名啊，邀请我去铁岭，说要跟我聊聊天，咱们快去吧。我说那个温迪，铁岭不能去，铁岭开亚运会呢，交通管制。温迪说那为什么管制我呀？我说那个亚运会，加拿大不是亚洲，不是亚洲。我把温迪唬住了，没去。我妈自己要来，跟我说明天她要落地北京。我说那个妈别来，温迪得水痘了，传染。我妈说我得水痘，怕那玩意儿。我说呀，他那加拿大水痘，那大痘什么枫叶型的都是，枫叶型的都是。你身体不好别来了，反正我也是没有啥别的招了，我只能先做到给温迪保命，剩下他俩就爱咋咋地吧。我曾经尝试过让他俩互相理解，但是理解不了，我也不管。我妈让我替他跟温迪传话，要教他做人，我说我不传，我一天够累的人，你有话自己跟他说。但是我妈那边在铁岭磨刀呢，人家温迪这边毫不知情。临走头一天，乐呵的又去北京小商品批发市场给自己进货去了，路上还主动问我妈，问 Jessica 她应该买啥呢？我妈给温迪回微信呢，往出喷刀啊。温迪跟我说，我看不懂你妈妈说啥，你帮我翻译。我说我有事，我说温迪你自己逛批发市场，自己跟我妈聊，不用问我意见啊，拜拜。还好这回我们开的理想 L7，我躲车里老舒服了。爱彩铃，对，能按摩还能看动画，孩子也能好好休息一会儿。给他放小猪佩奇，没问题。温迪一边逛批发市场一边跟我妈微信聊天。我妈说，我闺女欠你的。温迪读到的意思是，我的女儿亏欠你。温迪问我妈 Why？ 我妈又说，你可真有奶奶样。温迪读到的意思是，你可真是一个奶奶样。于是温迪给我妈回复，你可真有奶奶样，吐奶奶样，吐。温迪拎着大麻袋买了一堆便宜小商品，还特意给我妈买了8条五颜六色的搓澡巾，跟我说，你送给你的妈妈，告诉她我很想念她，也很想念搓澡。告诉 Jessica， 搓完4面，她也可以真有奶奶样，真有奶奶样。回到车上，温迪把这一堆批发货物连搓澡巾全放车里了。幸好我们这后备箱够大，都能塞下。温迪那可放心了。到走啊，温迪也不知道我帮他躲过了一劫。在机场，温迪还挺不甘心的，跟我说，真的好遗憾，没有去铁岭找 Jessica。你同事都告诉我了，宇宙的尽头是铁岭。我说你要是去了，生命的尽头也在那，也在那。今天我跟你们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啊，就是我想认真的问你们一个问题。我是90年出生，就是我是90后，但是为什么在你们所有人心中，我是一个就是76年间的这么一个产物呢？我也是看着《流星花园》薰衣草长大的这么一代人呢，就是偶尔夹杂点马大帅啥的。那我青春期的时候想撒娇，我也是就是道明寺你这个猪头寺，然后想装深沉的时候，我也是就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啊。我也是看着偶像剧，听着流星雨，暗恋着花泽类长大的一代人呢。为啥别人心中我就是看着红灯记，听着评书长大，然后梦中情人是唐国强老师呢？为什么所有人都管我叫彩玲姐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比他们大很多？为什么我的人设就这么的风尘？我录脱口秀大会的时候，就那些长得很年轻的95后啥的，管我叫彩玲姐行；徐志胜管我叫彩玲姐也行。毕竟人徐志胜的问题，他长得不是苍老，是蹉跎，他那张脸就感觉被什么玩意儿给蹂躏过，就蹂躏了。但是蹂躏他的是啥呢？也说不清，但肯定不是岁月。这都行，这都行。关键是周奇墨见着我管我叫彩玲姐，他好意思吗？他是不是狂徒？你们觉得他比我年轻吗？最有意思是前2天我回铁岭上浴池搓澡，被认出来了。这个浴池搓澡这个搓姐呢，就是咱也别说人看着岁数大，不能制造容貌焦虑嘛。但反正在浴池唠嗑是，就是人今年刚当老，然后这搓姐还跟俺吐槽呢，说他这小外孙子刚出生，爹妈给起名叫浴池汉轩。孩子姥姥呢就不明白，爹姓董，妈姓赵，孩子姓浴池，他就不懂这跟的是什么风。我说那你有啥不懂的？这外孙子随你姓吗？你看你姥姥叫浴池夏妮，浴池夏妮，外孙子叫浴池汉轩嘛，多好听！浴池夏妮，浴池汉轩的，都属于村子味儿的嘛。反正东北搓澡他不搓4面嘛，就搓到第3面的时候，他刚要拍我，他就发现他说你挺短的，搓床空半截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抖音上面那个彩玲姐？就浴池夏妮管我叫彩玲姐那一刻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，蹉跎的内心起涟漪。夏妮的姐姐是春妮吗？实话说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服，我觉得我脸长得不老，而且咱亚洲人本来皮肤就挺紧致的，你没看着我老公他一家人呢？他们一家人那个皮肤，咱讲话了就不是咱嘴损啊，就一吹那褶子都直起浪。
皮想紧肉不让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而且我不也是很注意保养吗？这是我第3次推荐羽西流金瓶了，这次是新升级的流金瓶 2.0 版本，玻色因的浓度从 9% 升级到了 15%。羽西是欧莱雅集团皇室中的一个低调却得宠的公主，这个浓度属于皇室专宠了，用起来感觉肤感更细腻，吸收的也更快。里面有鼠李糖还有红茶酵母，维稳皮肤屏障，所以可以抗衰老。因为我和别的喜剧演员不太一样，我没有觉得自己说段子不好笑，有创作瓶颈啥的。我觉得我自己老逗了，一天给自己笑咯咯的，就那蛤蟆疯了，我笑一天。面部表情就比较丰富嘛，它可以改善我因为面部表情过欠长出来的抬头纹和法令纹。因为有青海的雪域虫草可以延缓胶原流失，再加上玻色因本来可以激活胶原生成，所以在胶原蛋白这个领域上接近增加了1倍。你说实话，其实是不是挺嫩？尤其它加了玻色因助推的渗透科技，就省得白涂一层挺老厚，其实一点没渗透。加点助推高科技，以免皮肤不争气。都说这个混血颜值高产出，随便生个撸一撸。混血的宝宝比较可爱，颜值比较高，这个事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有没有科学依据？你说有没有科学依据？就我家的一对混血姐弟花，颜值画风很混搭。他俩的画风有多不搭呢？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罗马假日里赫本坐在小丁豆上，优雅而高贵。镜头往前再一拉，一看骑车的是赵四。看起来他俩关系挺好，但实际上我家姐姐非常嫌弃弟弟，是不是嫌弃你啊？但是他俩最大的区别还不是长相，是体格。姐姐像活驴一样，特别强悍；弟弟像黛玉一样，特别娇弱。姐姐一年四季不管啥时候，打开冰箱拿出冰水，咕嘟咕嘟就有灌。弟弟离冰箱2米，我妈就给抱走，说有凉风。别说喝冰水了，就吃啥喝啥都得恒温，都得是先做热的，然后我妈拿小风扇再得吹。姐姐胆子贼大，活泼好动；弟弟胆子贼小，还有点老气横秋。姐姐啊，大冬天短裤、冰水、冰滑轮，4年没进医院的门；弟弟1年4季棉裤腰，今天咳嗽，明天烧。然后大胖媳妇就看不下去了，说看不了拿铁这么娇惯，从此拿铁要交给他带。所以我家可怜的小拿铁现在每天就过着这种多舛的日子。这是爸爸，爸爸。拿铁也是没想到，都说人这辈子有几道坎儿，84有灾儿，73有难，最大的坎儿竟在1岁半。1岁半，那我妈看着肯定想打他呀。咱们的妈妈们啊，就当他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，她往往会给出2个简单粗暴的结论：一，你现在我让你嘚瑟，到老了全落病。我老公就很费解，烙什么饼不能现在烙？春饼啊，春饼啊。我妈说将来你老了就烙了，烙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老公说你这不是烙饼，你这属于画饼。你说就烙个饼，你还不说啥时候烙，你还不说烙啥饼，就给一个泡影，看老了就知道了，净整那个向天再借500年那个事儿。咱妈妈的第2个说法就是，咱们体质不一样，基因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像你那么虎。我老公说咱俩不一样，他俩怎么能不一样呢？这俩孩子，一个母亲一个父，exactly 重合的基因库，同祖而来又同宗，同一个太姥卷大葱，他俩的先天体质和基因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的不同，完全就是生活习惯和带的方式不一样。但是我也希望拿铁能就是被他爸带的稍微强壮一点。我认为孩子就是除了情感上适度粗糙没毛病，就是有点可怜拿铁了。在俺家，父子关系咋修复？天凉不让穿衬裤，文化碰撞哪家强？谁命不硬谁投降？妈只能在营养上先给你打好基础。这款诺优能孕慧奶粉，大品牌喝着放心，主打好吸收。因为喝奶这个事儿跟读书一样，书里有多少营养重要，但能吸收进去多少更重要。拿铁呀，你得要点强，赶紧从中杯往大杯发展。长大了你也鼓捣你爹，为娘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